们今天要讲的单元就是 Matplotlib Library， 就主要在做 Matplotlib 的画图的形式，是用 Python 的语言来画。最常用的就是 pyplot 这个函数来画，它其实跟 Matplotlib 里面的 plot 的功能是一样的哦。在之前用 Matplotlib 画图的时候，通常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 x、y 坐标给生成出来，再利用plot 把它画出来。那这边也一样，必须先把 x、y 的坐标给生成出来，才可以用 pyplot.plot 这个指令把它画出来。我们这边的范例程式其实就是我先 import 那个 Matplotlib Library.pyplot 这个 package， 然后把它用成 PLT 这个缩写。那这边有两个变数，就是 x、y， 那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先把这个 x、y 坐标给做出来。我这边其实就是我的 x、y 坐标。那形式上可以用 list 或 tuple 或 NDF 的这些都可以。那接下来我就用 PLT.plot 这个指令把我的图给画出来，然后再用 PLT.show 呢，就可以把图给秀出来。右边就是我画出来的图，你会发觉21就是我的第一个 x、y 坐标嘛。然后32就是我的第二个 x、y 坐标，它会自动帮你做坐标配对，会把你那个图给画出来，而且点跟点之间是直接做连线的动作，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图给画出来。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现在画的函数比较复杂一点点，我想要画一个 cosine 的那个函数，那一样要先把点造出来。那我这边是用 NumPy 里面的 arrange 把它的点 x 给造出来嘛，然后就是-2到派，然后间隔是 0.1。y 就是把 x 带到 cosine 这个函数里面嘛，把它的函数给求出来。那我接下来 x、y 坐标都有了，我就可以把这个函数图形给画出来，就用.plot 这个指令把 x、y 给画出来，然后再把它修出来，就跟右下角这个图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使用那个 Jupyter 的话，其实你可以在 Jupyter Cell 里面加了这一行 Matplotlib Library Notebook 这一行，那这一行就可以让你对那个图档做一些简单的互动。像我这边跟刚刚一样，只是加了 Matplotlib Library Notebook 这一行，那它其实就会在你的页面会显出这样的图框出来。下面有几个 item， 你就可以对这个 item 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放大、缩小这些东西。你加了这一行指令之后呢，你也不用打plot show 了，因为它其实就会直接秀出来给你看了。那个图右上角有一个类似电源的符号，那其实就是你要把 object 给关掉。如果你没有关掉的话，你接下来会一直迭代在这个图里面。你想画在别的 cell 的上面的时候，你就必须把它关掉。举几个例子哦，你看这边有4个图，那刚刚的图是不是很单调？就是蓝色的，就这样画出来了。我这边有几个图比较不一样的，线变成绿色的，线变成是红色，而且是点的，然后下面是蓝色，而且点变粗了。右下角这边是黑色的，而且它的线很粗很粗。这些就是一些图的编修。那我们先来讲的是颜色的编修。看一下这个例子，预设是蓝色的线条，这边跟刚刚不太一样，我这边加一个 R 在后面，其实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线条颜色想要变成红色的，就是用单引号下指令的格式。那我这边是下 R 嘛，所以它就变成红色的颜色。你也可以下其他的指令，像这边有 V 啊、G 啊、R、O 啊，这些就是其他颜色的指令。除了颜色还有线条的样子做一些改变。这边画了2个函数，一个是 cosine 函数，一个是 sin 函数。我想要用不同的颜色跟不同的线条样式画出来，所以我看我这边的参数有点不太好。第一个 R 减，第二组 x y two 这边就是 G 减，然后1点，其实就是虚实线。所以你可以透过自串的指令让它改变线条的颜色或者是样式。样式有哪些呢？基本上有这4个：点、虚线、虚线之间。我们刚刚在讲了 sin cosine 都是把它连成线的形式。你可以说，我不要连线，我只想要把点画出来。指令的方式就是这样子。这边下来是 RO 跟 G 上引号的符号。RO 是指说我要红色的圆圈圈 ，G 这边是告诉你我要绿色的，而且是上三角的图案。所以你看画出来就是一个绿色的上三角跟红色的圆形。点的形式有很多可以选择，这边有这么多的形式可以选择，很多 detail 我没有把它列出来，你可以去光谱里面找它相对应更多的指令。这是综合的范例，创造一个 random n30。那我想把每个点累积起来的图画出来，所以这边的 QSUM 其实就是把这些点的累积值给算出来。KO 减代表我要画黑色的，然后是圈圈的，连起来这方式是用虚线帮它连起来，这是它指令的方式。那除了这种自串的方式，你也可以参数式的方式下指令，比如说颜色你就用 color 等于 K， 然后 line style 就是线段的那个格式，你用 dash 就是虚线 ，marker 圈其实就是资料点的样式要用什么颜色。所以基本上这2个例子画出来的样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用自串的形式，一个是用参数式的方式。这边我的颜色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达，你可以用 hash 的 string， 你也可以用 RGB， 这边用黑色用000 ，OK， 那你可以用不同的 RGB 的颜色去配对。你会发觉刚刚有好多函数的用法，你可能都要回去它 document 很烦。
那如果你使用 Jupyter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函数里面加一个问号就来查询。我这边就用 plt 点 plot， 然后问号，那就可以把这个点 plot 指令的用法给显现出来。所以如果你对那些函数线条的样式啊、格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比较细节的指令想要更多了解，那你就可以用问号这个指令来帮你做查询。这边想要改变绘图的范围，比如说我原本上面这个图 y 轴是-1到1，然后 x 轴是-2拍到2拍的范围。有时候你想要改变它的范围，你可以下一个指令叫做 ss， 就是轴这个指令，你可以下出头，它的范围在哪里？那它的规则是什么呢？前面是 x， 后面是 y 的范围，所以前面两个-10代表是我 x 是从-10到10，-2就是 y 是从-2到2这样的形式。再来讲其他的编修，比如说我想要加格线 title y 轴的名称是什么 ，x 轴的名称是什么？这是一个 cosine 函图图形 title， 我这边是用 sin x label， 我就打一个字串叫做 xss， 然后 yss， 作为一一个 y 轴的跟 x 轴的名称的注解那种感觉。下格线就是用 grid true 把格线也用出来。做过这样的编修之后，我的图就看得比较完整一点点。它有 x 轴的说明 ，y 轴的说明，然后还有这个抬头，还有格线。我们甚至也可以对它的间隔或者是它的 text 做一些修改。比如说一样是这一个 cosine 的函数，把它 y 轴的 text 做一些修改。像我这边是把 text 改成是-6、-2、26，在-6那个位置、-2那个位置、2个位置才有 text。显现出来，而且我这边还做一个动作，我把这些位置本来是-6嘛，我想要把它改成1、2、3、4。做完之后，你看右边那个图，我下面那个 x 的位置是-6、-2、26，但是它不是写-6，它是写1、2、3、4。所以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 text 的修改去改变它的 text 要显出的位置、它的名字，然后这些字串呢，你甚至是可以改变它的大小或者是它的旋转的角度。像我这边是旋转30度嘛，所以你看我的那个下面的字斜斜的。因为有时候你的字如果放横的话，它摆不进去；有时候放斜会比较容易摆进去。进阶的编修，它更详细的指令宽度啊 ，mark 的 face 就是它的颜色要是什么，它的 edge 要是什么，也都可以指定。更多的说明你可以透过 document 去看，你也可以用那个问号来看。那我这边有举一些例子，一样是画一个 cosine 的图形。那我这边 color 用 y， 也就是代表我的颜色是 yellow。nice style 用 dash 就代表是虚线。宽度用代表我的线要画粗一点点，这样的指令，那我画出来图就长这样子。线条变粗了，虚线，然后颜色是黄色。然后这是第二个例子，我这边 marker size 给它变大，这边有多下一个指令叫做 marker edge color， 也就是我的外框那个 marker 的外框用黑色，你看就变黑色的。这边是画两个图形，一个 sin cosine， 然后颜色跟线段样式有点不太一样。那群其实就是它线条的说明是什么。那接下来要讲储存的图档，画了一张图，我想把它储存下来。那储存下来的方法就是 save fig 这个指令就可以把它储存下来，还可以指定你的格式就是了，你可以用 PNG 啊、PDF 这些都可以。第二个例子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我这边 DPI 要取30，然后我的 box 的 inches 要 tight， 就是我的图要比较紧一点点这样子。那我的 DPI 选30，就是解析度用30而已，所以就很低，所以你看我存出来的图就看解析度就很差。那我们来讲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画不同颜色的点图例子。那这个其实就是画 scatter。那还没讲 scatter 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6个点，它的 x、y 坐标变是11、12、13、212、23，把它画出来。那这6个点，我当然可以指定它画的颜色嘛，像我前3个点是画黑色。后3个点是画红色，这是我们之前 plot 可以指定它的颜色跟 mark 的样式。我们接下来介绍 scatter 这个指令，这个 scatter 其实是画点图，那它的用法其实是跟 plot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只是它有更多的指令是针对点来做一参数化的改变。举个例子，一样画刚刚那6个点，颜色呢，我就可以给它一个 C 这个 list， 所以它有一个指令是你可以指定它的颜色，所以我就把 C assign 给 C， 就是把这个颜色 assign 给它。那我这边是把这 RB assign 给参数 C 之后呢，它就会画出这个颜色，分别对应是3个红色、3个蓝色。那我这边举另外一个例子，跟刚刚一模一样，只差另外一个参数出来就是 alpha。alpha 令人就是它透明度。那我这边下了 0.3 之后呢，发觉它的那个 marker 的颜色是比较淡一点点，所以你可以透过 alpha 这个值去把它 marker 的颜色的淡浓可以做一些取舍。一样的例子，这边有一个 S 就是它的 marker size， 就可以把它放大或缩小。所以你会发觉跟那个 PyPlot 有点像，只是指令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它是针对画点，所以它在对画点有更多的参数的设定。那更多当然可以看它的 documentation。接下来要看的是 subplot， 我想把很多个指图画在一起，像右边这4张是画在同一张指图里面，也就是用 subplot 这指令。那我们现在看几个例子，我画的是一样是 sin cosine 这2个函数，指图的指令是 subplot 211，然后 subplot 212。我们看一下这个规则，第一个就是指图的列数，第二个就是指图的行数。所以我211代表2列1行，我要画一个2列1行的指图的阵列。最后一个数字代表第几个指图，像我这边1就是代表第一个指图，那2就代表第2个指图。所以看我画出来之后，210的指图阵列。好，那我们来教比
比较复杂的方式，因为它复杂，所以它就有比较多的指令的资源的方式。这边用的函数 x1次方、x2次方、x3次方、x4次方，图画出来大概是右边那样子。我会先用 figure 这个函数把那个 figure object 给造出来。那这个 figure object 造出来之后，你可以用一个指令叫做 add subplot 去把你的指图给创造出来。那规则跟刚刚非常类似 ，add subplot 的时候呢，它这边有221、222、223、224，这些就代表你要创造一个2列2行的指图阵列，最后那个数字代表你要画第几个指图。第一个指图它是以列为主，所以它是以列慢慢这样画，所以它先画左上角，再画右上角。再画左下角，再画右下角，下面就是开始针对每个指图去画。那你会发觉，我每个指图 add 出来之后就指定它一个变数，所以呢 ，x1 就代表第一个指图，那我就可以用 x1 点 plot 去做画图的动作。那我这边是画黑色，然后虚线，以此类推，我把这个4个指图给画出来，用不同的形式去画。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指令叫 plt 点 subplot， 这个指令会创造一个指图阵列，这时候你可以用指图阵列方法去画。中间那一行有一个 plot 点 subplot 2.2，这个其实就是创造一个指图阵列，它把 assign 当 ss。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阵列把它的每一个指图给取出来，或者是对它做画图的动作。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你接下来就可以用阵列方式去存这个指图，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点。那你接下来对它做运算会更有弹性。这就是画指图的部分，主要是让大家画一些资料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对这张画一些简单的图或者是说明，你可以用这些指令来画，帮助你在分析资料的时候有一个视觉化的效果。